嗨，我是吴老板。这集的话题好重要哦，我觉得女生都该听，而且是青少女就该听了。就是到底要不要避孕呢？要，绝对要。就是除非你要生小孩，不然一定要，是吗？对。如果大家都这么就是对啊要啊，那我想应该不会有这些事哦。哎呦，还是会看当下状况啦。你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我们不要讲观念了，我们直接讲我们收集到的案例好了。案例一，因为没避孕不小心怀孕，然后男友说我们都还年轻，不适合生下来，怎么办？讲这句话真的听不下去呢。可是我也会认同哎。A 女觉得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B 女觉得对啊，我们还年轻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要生啊，好啊。对啊，你就接受了可是已经怀孕了耶。可是我没有钱啊。好。这里暴露了2个问题，我一个一个来讲。小编觉得怀孕你不是应该就要负责吗？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你的逻辑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怎样怀孕就一定要结婚了吗？不然就不要怀孕。那当初你为什么不避孕？不小心的吧。所以啦，就是这样啦。那所以不小心怀孕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那不如就结一结。对。但是男友却说，可是我们还年轻，不适合有小孩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推卸责任，不负责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完蛋。可是我觉得他是很理性才讲这种话。你觉得是因为他评估过我们现实的条件不适合养小孩，搞不好我们都才25岁而已，养什么小孩？我们也没什么存款或什么，我们真的现在就要来面对一个有孩子的生活吗？我们不适合啊。你觉得他只是很理性的分析现在的这种状况，然后觉得不要生而已。你觉得这反而还是负责任的。对，所以你可以接受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那为什么不避孕呢？不小心。不小心的。这句话我想待会应该会一直盘旋。那我只想讲，就是如果是不小心的，如果是当初2个人都选择不要避孕的，好，会怀孕的是谁？女生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决定不生，或他就是不想生，你势必是你要去面对后面的那些事，对吧？对。对吧？所以伤的是谁的身体？女生。所以有可能会有后遗症是谁的身体？女生。对，所以那你为什么不避孕？这样懂吗？懂。我希望大家听到这里应该懂，就是所以避孕是女生的责任。这句话可能没有女生听过，很少有女生听过，因为女生都会觉得好像是男生来决定要不要避孕。但是如果怀孕的是你，为什么是男生决定？他又不会怀孕。对啊。这样懂了吗？懂。所以刚刚的点，其实无论你有没有想要把它生下来，你都要想一件事。但一旦你们没有想生下来的时候，都是你要去面对，你要去处理，你要去面对所有的手术的风险跟后遗症。男生是没事的哦。那所以既然是你一个人的身体在承担，为什么你不避孕？这样懂了吗？懂。我们算很破题第一点而已。好，所以我真的觉得，只要你没有想要怀孕，直接当妈妈，那你一定要避孕，这样也可以避免在不小心怀孕之后觉得男友不负责任。因为当初你们一起共同决定不避孕的，那为什么现在没有要生下来的责任只有他一个人？然后会怀孕的也是你哦，然后最后你却觉得是他不负责任哦。对呢。那女生到底决定了什么？你让别人决定你的子宫，你让别人决定你会不会怀孕，你让别人决定你所有的后遗症，这是对的吗？不对。再来案例2，女生说那我们是不是要避孕啊？然后男生就说可是会没感觉啊，你吃避孕药啦。那就跟他说，可是你没带，我也不会比较舒服啊。这好像是别的问题。那我可以跟他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去结扎？就是为什么是你要避孕，为什么不是他要避孕？因为爽的也是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男女平权哦。只是如果有你刚刚讲的那个感受，应该你也有。对，但是你有 happy， 他有 happy， 你也有 happy 哦。可是他有没有带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是不一样啦，不一样。你觉得一样，你觉得不一样，所以你也觉得没有比较好。有差啦。惨了，我们自己歪掉了。所以如果你也觉得感觉确实有不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也不要用保险套的方式，而是用别的方式，对吗？比较健康的方式嘛。什么？那什么？可能吃事前啊，不要吃就是事后，比较伤心。所以你觉得你来吃避孕药是可以的？事前的可以。你刚不是叫他结扎？你怎么变了？是因为男生讲这种话就觉得很渣，说自己因为没感觉而叫你干嘛干嘛的，你都觉得这样很渣就对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个女粉丝跟我说，她男友是说这样你也会比较没感觉，这样懂吗？他是说你会不会说话？你看，好会说。对，他说我们也会比较没感觉，他不是说我，他说我们或者说你，然后就叫他吃避孕药，然后女生就被说服了。对，对，如果跟我一样回答说我没差的那种，那他就说可不让我有吵，哦，你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但是风险在我身上啊，所以你就会坚持，我会坚持你。就会坚持不行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所以我们3位小编，一位会坚持，一位不一定不一定，看情况。然后你是本来叫男友结扎，然后后来又选择了自己吃，所以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没有，那我要改成还是他结扎，改答案是怎样？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他结扎还可以再打开啊。哦，因为这是一个可逆的手术，对啊，然后你就不用一直吃药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很伤身，这好像是一招，这样比较划算。可是好像男生好像都不愿意，对不对？刀开在他身上，然后我们笑得这么开心，那药也是在你身上啊。所以叫我们吃，他们都很容易。将心比心一下嘛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大部分人都想要把麻烦给对方啦？哦，对，可是明明就是一个共同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男生就是觉得女生去麻烦，然后女生通常就接受这个麻烦，好像比较少有办法说服男生去干嘛的。通常女生都是一个接受的态度，通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就像刚刚小编说，我会坚持，可是很多女生坚持不了，就是因为她怕男生这样就不那么喜欢她了，然后比方频率就变少了，或者就去跟别人了，然后就说因为水就让你让我那么没感觉怎样的，然后女生在这一点大多会配合，都这样，但我觉得偶尔对不对？因为就怕对方不喜欢你了，对，好，可是如果对方不喜欢你，是因为这一点，这是对的吗？不对吧？对不对？那他们就找谁也可以，只要开心都可以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又打破一些迷思，所以自己好像要咀嚼一下哦。第3个案例是女生的爸妈叫女生不要长期的吃避孕药，怕说对身体不好或怎样的，因为男友是叫她这样做，然后男友就跟她说没差啊，你不要跟你爸妈讲就好了。好坏哦，这个我不行哎，直接分了啦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点在哪？他叫你骗你父母就很坏，很自私啊。可是你们已经这样做啦，你们已经是在这样做的啊。因为你父母是因为疼惜你的身体，所以让你不要吃避孕药。可是你的男朋友就为了自己开心，或者是当下。可是你是接受你一直在本来就在吃喽，这是你们讨论完，你们决定这样做，就是由你来长期吃避孕药，然后是爸妈担心你说，哎，我觉得你不要这样，然后结果你去跟你男友商量说，我爸妈叫我不要吃药，然后结果男友说，就不要跟你爸妈讲就好了，你已经这样做好几年了，这样之类的。那就是看他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嘛。就是女生要跟爸妈说，哦，对啊，我现在没在吃，我们是用保险套，还是你会因为爸妈而觉得，哦，那我们是不是不要这样长期吃药？我觉得以我理性想，我会觉得要听爸妈，但是感性还是会。我觉得我跟你一样，我还是会永远最后都是听男友的，对，不小心陷进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案例是我有一个女生的粉丝跟我讲的，就是他们没有避孕怀孕了，然后女生就说那干脆我们结婚好了，然后男生就说不适合啊，我们要不要先不要生？可是女生很想结婚，坚持说要生下来，不然我们扼杀一个生命。然后男生就说好吧，如果你坚持，那我们就生，然后我也会抚养他。可是我现阶段真的不想结婚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不行啊，一个可以接受，一个不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的原因是可以生下来，反正他都说他要抚养了，你是 OK 的，因为我舍不得把小孩拿掉，没办法接受。就是先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不用把婚姻包进去。对 ，OK？那你为什么不行？你都决定你要抚养他了啊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结？不能跟你结婚？对啊，因为他觉得这2件事，孩子是孩子，老婆是老婆，是同一件事。要结婚才可以有小孩，对，然后有小孩就是要结婚，不然就不要生。对 ，OK？很坚持。那你我觉得这个要考虑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，就是真的要看你另外一半怎么样的人，需要冷静。就是搞不好你也不想跟他结婚，对，因为他未必是适合结婚的人。对，但如果他长得很帅，基因很好，我可以生。又要帅基因还好，然后嘞带着小孩远走高飞吗？对，可以，我可以耶。如果自己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可以。哦，所以你也是可以分开的啦。对，所以你看女生基本上分2类型，就是结婚跟生小孩是一件事，跟结婚跟生小孩可以分开的2件事的。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啦。不会拿生命开玩笑。所以其实到头来就是大家都不要拿生命开玩笑。感情是感情，生命是另外一件事，大家不要谈个感情搞得这么复杂。所以该避孕要避孕，然后避孕是谁的责任？女生，因为子宫是你的，因为会怀孕的是你，因为要面临后面所有问题的都是你，请你决定自己的子宫要不要用，请你决定自己要不要怀孕生小孩。好，结婚是2个人可以共同决定的，他可以不想结婚啊，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让他来决定你怀不怀呢？对啊，我自己决定，就很怪啊。其实反正就是女生如果没有想要怀孕当妈妈的话，其实就一定要避孕啊。那什么方式大家都可以讨论，但是你就是不要把这个决定权给男生，因为会怀孕的是你，这句话一定要听进去。
真的受伤害是我。是的，然后至于结婚跟怀孕、当妈妈这些要不要绑在一起，这个好像有讨论空间，大家可以留言意见各表。好啦，希望大家有没有看完这集有没有什么想法，欢迎留言讨论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